在上3集里总结了我练拳时碰到的20种毛病和自我改正的方法中的12个。这次我们再一起分享另4个常见的毛病，拳友们一起分享。如果你有同样的问题，这些方法能够给你作为参考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。13. 没沉肩坠肘。沉肩有2个要求：一、沉肩时需放松2肩关节，不使其耸起，进而以意识舒展肩部肌肉和韧带，使2肩向下沉坠。我们在双手自然下垂的情况下，肩也是自然的下沉的。将双手自然的抬起，我们会发现手指尖是在鼻子和眼睛的距离之间。在这情况下，肩膀没有变化，肌肉还是处在放松的状态。当手的高度超过眼睛和头的时候，肩膀的肌肉和肩胛骨就被牵动，沉肩状态遭破坏了，肩膀的肌肉处于紧张的状态。2. 以这动作为例，肘尖朝向地面，慢慢的抬起，这时我们可以感觉肩的肌肉随着肘的抬起，肘尖越高，肌肉的紧张和僵硬程度也越大。再把肘尖往下，缓慢地对着地面，会发现肌肉逐渐的放松。当肘尖对着地面时，肩肌肉就会处在完全放松的状态。所以在练拳时，除肘部需高于和平于肩部的动作外，肘尖都应垂朝下方。所以沉肩和坠肘是相互作用。我们在习练太极拳时，对身体结构要求外3合是有道理的。外3合做得越好，身体的每一块紧张僵硬肌肉放松程度越高，松沉的程度也会越深入。松沉是无止境的，而且沉肩坠肘在技击时可以起到保护肋部和下颚的作用。14. 沉胯，不是沉膝。许多练了多年的太极拳友无法掌握松胯这技巧，把松胯沉胯练成了膝的下沉。松胯和沉胯这技巧其实不难掌握，只要细心体会几秒钟时间就可以。太极拳一切动作的变化全依赖胯的动作，以胯根为主宰，牵连发动全身运动。太极拳的所有动作，初级时是以手领手，也就是以手指挥整个太极拳运动，而后是以身领手，就是身法主宰全身的运动。每一招一式，一切运动之主宰皆由胯节指挥，以松胯为手段，到达以下4个主要目的：一是轻松灵活，通过胯关节的肌肉韧带合理收缩舒张，胯关节的各骨关节能灵活转动，不产生辅助肌肉韧带做复工的现象。胯在纵向运动相对较多，如落胯、踏胯；胯也有在横向运动的，如转胯；胯还有在纵向兼横向运动的，如扣胯。2是松沉稳固，通过松胯有助于腰使身体协调完整，松沉能有效降低身体重心，使脚有根腿有力，有利于意气劲合一。3是与腰部一起协助拳势转换虚实。4是与腰脊一起带动四肢，胯根是轴心，带动各关节进行运动。当劲转圈由外达内，由内达外，浑然一体。松胯的标准：双胯能下沉，当开圆，双腿屈膝，上身自重，能通过胯膝往脚上负重，胯部相对不负重。双胯随身体重心移动，胯部也能适当负重，转换灵活，下盘稳固。松胯的感觉：人的自重一扎在膝部，以架小腿及脚跟部，在膝部不前倾的前提下，胯部能上下起伏。人上身的自重往下松沉时，胯部有一种释放能量的感觉，从上往下释放。当你收缩会阴部时，胯部有一种吸的感觉。大家通过静练和慢练，细细体悟会找到感觉。15冲拳发劲，手臂不可过伸直，伤肘关节。学陈氏太极拳老架一路没多久，练眼手攻拳发力冲拳，因为没有掌握其中的技巧，力都憋在胳膊上了，没发出去。发力后肘关节疼，要1个星期才好。后来才发现是肘关节过伸直，伤到了肘关节。冲拳时手臂不完全伸直，是为了可以使力更好的收放，避免受伤。在完全伸直时，神经受压迫，力度不能完全释放出来。因为冲拳时由于惯性，伸直会容易拉伤关节处，
还有就是，如果拳打到食物上，伸直容易震伤筋骨；而在略微弯曲的时候，力量可以全部发挥出来。在收拳时不容易拉伤韧带。在实战中，出拳不长驱直入，而要留有回旋余地，是为了获得攻守并重的效果。因为这样就不容易发生顾此失彼的事，在攻时亦能迅速回应防守。严守攻拳发拳向前打出的过程中，握拳的手指是放松的，要求力由急发，发劲如放箭。手臂快速冲出，且在到达终点时还略微弯曲的瞬间，拳握紧发力，力量就可以全部发挥出来。然后马上要再松掉，完成冲拳的动作，这样就不会伤到肘关节了，而且还有松活弹抖的效果。16. 肩晃动，有些拳友们练拳时肩晃动得很厉害，打拳时候时注意要沉肩坠肘，松肩。肩如果无法松，打拳看上去会很别扭。纠正的方法，肩要自然下沉，具体是先把双肩用力上耸，然后松下，这就是最好的松肩。多做松肩去体会，也就是耸肩和松肩。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你点个赞。你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你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更多的知识与你分享。非常感谢你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